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册封为征夷大将军，创立江户幕府，开始积极寻求修复朝鲜战争之后与李氏朝鲜和明王朝断绝的外交关系，期望能够消除分歧，放下仇恨，携手未来，共同打造一个和平繁荣的国际环境，以此来让自己的正统性获得国际认可，从而提升在国内的政治威望。而在同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詹姆斯一世继位，随即就与发生过武力冲突的西班牙进行和平谈判，从而将精力放到与当时贸易霸主荷兰的竞争中去，正式开启自己海上霸主的征途。而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世时就提前布局，在1600年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强势进驻亚洲，试图从荷兰垄断的香料市场分一杯羹。而两国争霸的缩影也呈现在了远东的日本。去年迪士尼热播的幕府将军中，有个见证了德川家康建立霸业全过程的英国人，叫做三浦岸真。其实他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原名叫做威廉·亚当斯。1600年遭遇海难而漂流到了日本，在剧中他是德川家康的军事顾问，被要求帮助训练德川家康的火炮部队。然而历史上他其实更偏向于德川幕府的外交顾问，他协助幕府与荷兰建立了外交联系，在平户荷兰商馆的建设中同样负责协调沟通的工作。而在他的邀请和斡旋下，英国商人也获得了日本的贸易许可证。1613年也在平户开设了英国商馆。虽然英国在东亚的根基没有荷兰稳固，管理经营也不如荷兰人成熟，但是在日本天下精密的政治环境下，还算是平和的竞争。可在东南亚的香料原产地就没那么平静了。1623年，荷兰人袭击了英国在印尼安文岛的商馆，虐杀了商馆里的职员和日本雇佣兵，将英国人从香料产地给赶了出去，逼得英国人只能放弃暴利的香料，退守印度去采棉花了。而在平户的英国商馆也因为竞争不过低价倾销的荷兰，在同年从日本黯然退场。三浦岸真的传奇也消失在平户的海风中。1639年，因为岛原教案的影响，在长崎的葡萄牙商人被幕府驱逐出境，荷兰开始承租长崎的出岛，获得了日本独家贸易权，成为日本锁国令下唯一的欧洲赢家。毕竟此时的荷兰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阿姆斯特丹是欧洲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并且控制着英国北边的北海，就像拿着一把剑顶在英国的腰间。更重要的是，荷兰逐步控制了从欧洲到达南亚的航线。航行在别人控制的航线里多憋屈，问问日后逼迫日本开国的美国将军佩里就知道了，差点被英国人困死在海上。为了让英国再次伟大，即使英国在17世纪中叶陷入内战，经历了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实行军事独裁，又经历了查理二世的复辟，每个上台的领导人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动一次次对荷兰的战争，去打破荷兰的贸易垄断和压制。而在1672年的第3次英荷战争期间，荷兰不仅要面对英国在海上的威胁，还要抵御法国路易14在陆地上的入侵。在荷兰海军上将德鲁伊特的带领下，再次在海上击败英国。虽然荷兰的海上力量不负众望，可陆地力量却被法国轻易拿捏。好不容易才独立的荷兰只好决堤水淹法军，阻挡法国陆军前进的脚步。与此同时，太阳王路易14通过关税战试图从经济上削弱这个商业强国，因此遭受损失的资产贵族逼迫当时的荷兰执政威廉3世向法国服软妥协。面对英法的夹击，威廉3世反而十分清醒，认为孤悬欧陆之外的英国要的是国家复兴和海洋利益，而法国路易14要的是制霸欧陆，一个要反垄断要赚钱，而另外一个要当主子。于是威廉3世选择与英国和解，甚至摇身一变成了英国的女婿，并在英国国王与议会矛盾对立时，牵着老婆带领军队登陆英国，联合英国议会掀起光荣革命。在1689年，威廉3世赶走了自己的老岳父詹姆斯2世，成为荷兰与英国的共主。昔日的两个竞争对手，如今合并重组成了一个集团，去遏阻威廉3世的一生死敌法国太阳王路易14图霸欧洲的野心。而此时锁国令下的日本，以不接触无外交的隐士原则，保持着表面的祥和，但是内部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本来拥有继承德川公方资格的御三家，最后被其中的近一家垄断，之后又被他自己的分家一桥家所独握，成功从将军的运用人手里夺回中央决策权的普代大名所支持的继承人，要么健康有问题，要么脑子有问题。亲藩和湾阳大名依然被排斥在中央决策层之外，中央权力越来越集中，也越来越垄断。另外，从德川公方到地方大名，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以及对部下的控制力，从原先分封收益领地，渐渐变成发放俸米。
虽然说旱涝保收吧，但是当藩幕的财政入不敷出时，不只会克扣俸禄，特别是江湖幕府为了短时间内增加财政收入，那就更不管地方大名和底下人的死活。幕府降低金银币中的贵金属含量，同时又提高铸币的数量，并规定面值不变，幕府便能从中赚取大量的差额，而货币贬值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导致米价飙升。幕府又多了一个增收的项目，被拖欠工资、没有再就业能力的武士，面对物价的飞涨，于是只能卖装备借贷苟活。当美国黑船开到江户港的时候，出现了特别讽刺的一幕，幕府不得不出面找典当行借出武器和盔甲给临时叫来凑数的武士使用。日本在躺平溃烂，欧洲则又是风云变幻。1794年，法国革命政府军击败了英国组织领导的反法同盟。第2年，就在荷兰革命者的游说下入侵荷兰，执政威廉五世流亡英国。荷兰革命党人在法国的扶持下建立起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成为法国的附庸国。威廉五世随即发出急优指令，敦促荷兰海外殖民地的总督和官员将殖民地移交给英国管理，以防止这些殖民地落入法国以及荷兰革命政府的手中。威廉五世双手奉上荷兰的海外殖民地，用天大的利益换取英国帮助实现复辟，而英国也通过逐步接管荷兰在开普敦、斯里兰卡、马六甲等殖民地，掌控了欧洲通往亚洲的航线，从而奠定了英国海上霸权的基础。1808年，英国皇家海军巡洋舰费顿号出现在了长崎港，这次可不是来找幕府通商，目的是要伏击来日的荷兰商船，从而瘫痪掉荷兰商馆。准确的说，应该是巴达维亚共和国在日本的贸易据点。费顿号挂着荷兰的国旗，伪装成荷兰商船驶进长崎港，把商馆的坚硬职员给骗上船，然后给控制起来，审问他们荷兰商船来航的情况。与此同时，要求日本方面提供补给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并威胁要摧毁停放在港口的中国商船。这就是日本幕末的费顿号事件。荷兰商馆馆长请求长崎奉行松平康英以人质的安全为主，避免武力冲突，和平解决。但是当时的政治态势决定长崎奉行必须采取雷霆手段。要知道，俄国使节列扎诺夫前2年来长崎通商被拒绝之后，回国一路烧杀掳掠，让幕府威权扫地，现在难以直接跑到自家院子里搞绑架，如此奇耻大辱。那么不是把南夷挫骨扬灰，就是长期奉行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松平康英一边假装答应荷兰人好好说话不动手，另外一边则通知港口的守备部队集结，计划将费顿号歼灭在海上。可尴尬的是，轮值守备的长崎港的佐贺藩原本应该派驻1000人部队，可现场报道的只有100来人，是佐贺藩报假账吃空饷吗？还真不是，毕竟派驻守备都是自费，幕府可不给报销，主要就是藩里穷没有钱，只能削减军事力量。松平康英只好先给费顿号送去补给，继续拖延时间，同时火速召集九州其他大名提供兵力支援。然而费顿号通过审问人质，确认了今年不会再有荷兰的商船，在收到补给以后就释放了人质，拔毛而去。长期奉迎松平康英辱没了日本的国威，最终自刎谢罪。擅自削减兵力的佐贺藩由家老承担责任，切腹自尽。藩主郭道期直被幕府要求闭门思过。英国于1811年从印度派遣远征军攻略巴达维亚，也就是如今的雅加达，将印尼纳入支配之下，彻底切断了长崎诸岛上的荷兰人与自己祖国的联系。这也让幕府松了一口气，毕竟英国人没有借由包庇荷兰商馆而对日本发动武力侵犯。实际上，此时的日本在英国全球布局的宏大棋盘上无关紧要。然而，当崛起的美国寻求摆脱英国航线的压制，试图开辟出一条通往亚洲的太平洋新航道时，当俄罗斯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西进受阻，转而向东寻求突破时，日本也就无法置身事外了。从边陲的旁观者，日本转瞬成为列强博弈的焦点。费顿号事件发生之后，江户幕府已经察觉边境安全问题的紧迫。然而，集权统治者的首要顾虑永远是自身的正统性与权力的稳固。幕府虽然有意加强边防，却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不愿给予地方大名太多的自主权，唯恐他们借机做大，威胁幕府的统治。幕府禁止地方大名建造吨位更大的海船，导致面对夷寇只能被动依赖海岸防御，无法进行近海的主动狙击和驱逐。更何况地方大名的财政预算大多消耗在每年的参勤交代，来回跋涉给德川将军战争放哨，没有钱也没有精力去加强海防建设。
而江户幕府同样长期处于财政困窘之中，这就让幕府中央难以采取积极强健的举措，因而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死循环，无法集中资源和力量建设海防，又不愿意放权给地方大名，害怕他们危及自己的政权。此时的日本就如同一滩死水，可美国人来了，投下的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随之而起的那些有识之士，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他们的热血和牺牲，终于让这滩死水沸腾起来。幕府试图杀鸡儆猴，消除这种躁动，可中国事变让幕府不得不开始做出改变。且听下回。